天蓬元帅，下去吧！啊！不要啊！真是不要啊！等一等。天蓬元帅，你也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你既已动反心一念，在天庭上是无法久瞒的。趁着还没有铸下万劫不复的错事，早到人间历劫，经历凡尘的百般辛苦磨练，就不会再妄思淫欲，方能早日成道正果。嫦娥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辈。好，我就听你的，早早下凡历劫，早早再回天庭，我们再续前缘。难道你到现在都没有悔意？反正我都要贬为凡人了，再坏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让我先亲一下。色心不灭。我就仰着身子，跌下了凡尘，谁知道啊，没认清路，又错投了猪胎，现在你们看看，成了这副猪的模样。哦，不过我经过修炼，又成了精，又受到菩萨点化，在此专候取经之人。阿弥陀佛，多蒙菩萨圣恩呐！你既从我善果要做我徒弟，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吧。是师傅，那个菩萨他老人家给我受戒的时候，已经给我起好法名了啊，叫朱悟能。哦，悟能，好，你师兄叫悟空，你叫悟能，正好。是，哦，还有，我受了菩萨戒行，已经断了5荤3宴了，在我丈人家，我一直吃素，未曾沾荤。既是断了5荤3宴，为师就再与你起个别名，叫八戒，如何？多谢师傅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师傅。师傅，这可真是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啊！好事是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和尚，坏事是又拆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呀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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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师傅去取经了，我很快回来，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相公，俗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若此番修成正果，为妻的一家必定都能受到你的庇荫。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定道心，不能让我等失望，明白了吗？娘子，娘子。
八戒，所谓求不得，愿赠会，爱别离，实乃人生三苦啊！哎，他现在必是心如刀割，且让他自己静静心吧。哎，师傅上路了！哎呀，高僧啊，一路珍重啊！啊，哎，高僧，快点快点啊，来了。一点小礼不成敬意，留在路上用。受不得，受不得啊！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之用。是啊，我们是行脚僧，玉妆化饭，逢处求斋，这金银财帛不能收。哎，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这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嘛，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确实不能收。那个，丈人，丈母娘，我老朱，今日随师傅去做和尚，去取经。你们在家好生的看待我娘子啊。要是我跟师傅取经不成，我还回来做你们女婿啊。哎呀，嗨，朱长老，您连这后路都想好了。兄弟，不是我多想了，你说这经要是取不回来的话，这媳妇儿也没了，不是鸡飞蛋打了吗？八戒，咱们上路吧。老施主啊，老夫人，贫僧就告辞了。好，好，请。师傅，请。等等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这件衣服给你路上穿。娘子，我老朱是个粗人，这么多年，若有对不住的地方，别记恨上。你做得很好，这3年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别这样，我要开开心心的看着你走。走吧。娘子。
悟空，八戒，哎，听说前面这条河水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我们要从哪里过河呀？嗨，您老人家说的是啊，师傅，我也早听说了，说是这流沙河呀，800里，3000弱水深，是红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深。嘿，像我老朱当年看守天河的时候，这天河也没这般宽呐。咱现在如果没有船只可渡的话，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啊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是啊，师傅，莫急，带徒儿先去看看啊。师傅，你看看把他给能的，你看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师傅，要不咱们先回高老庄去歇息几日啊？然后呢，然后。呆子，说什么呢你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臭呆子！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我看了，这河足有700-800里宽呢。若是让我老孙过，可能扭扭屁股就过了。要是您，还真是千分难渡，万载难行啊！哎，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就看得出来有8、9百里之数啊？呆子，不服你去看。师傅，你去啊！去啊你！动手！你看，停下！八戒，你就去吧。去吧你！哎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！哪那么多废话，还不快去！悟空。好。谁让你来的呀？呆子，我看你险些被那妖怪吃了。说说，要不要你孙爷爷帮你一把啊？那谁用得着你呀？那妖怪眼看着就败了，我再跟他打个3、5回合，我就把他给擒住了。师傅，您说是吧？他这不添乱吗？这，师傅，您来了。师傅，徒弟们，这妖怪想必是久住在此，又善识水性。如今想擒他，怕是难呐。师傅说的有道理，
那妖怪一定是深知水性，若是把它拿了，就先把您驮过去，再饶了他。切，你就吹吧你，那你那么大本事，那你下河把他抓上来，我在这儿保护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呆子，这水里的勾当我老孙不太熟悉，就算是到里边去闲逛，还得练什么避水咒，太麻烦了。你去吧，啊，你去。是，那我老朱，我当年我是总督天河，掌管8万水师，那我水性倒是不差。只怕那妖怪一家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涌上来，那还不把我捉了去下酒去了？嘿，我不去。贤弟，我叫你下水与他交战，但不要恋战。等你把他引上来，剩下的交给哥哥我了。那你刚才不是还吹了好一大头牛吗？啊，哦，现在又靠我老朱了啊？嘿，是不是还得靠我呀？靠你，去吧！啊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。什么妖怪？快报上姓名来！我不是什么妖怪，也不是少吸毒品。你不是邪妖鬼怪，却怎么在此伤生害命？报上姓名！我老朱饶你不死！我乃卷帘大将，只因王母开蟠桃大会，不小心失手打破玉玻璃，被贬流沙河。过路的行人、渡水的渔夫都舔了我的肚皮。虽然你看起来粗糙不好吃，我也将就塞在肚皮吧。你这妖怪，好没眼力！我老朱嫩得很。来，这儿，吃吧！来。哎呀，你这早问的弼马温，你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啊！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处，然后你挡到河边。师傅，你看看这，啊，现在好了，你看看，躲进水里了。
再也不敢上来了。他，师傅，这糟瘟的猴子，他坏了咱们2次大事了。你还不多念几次紧箍咒？你咒他你！闭嘴吧你，呆子！师傅，您不咒他呀？啊？去！师傅放心，带我前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咱们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再去请他。师傅，我看咱们是上了这臭猴子的当了。哼，什么当啊？那逃出去化斋，我看他现在早就回花果山了。哼，哦，对了，还把您老人家这个紫金钵盂一块给拿去了吧？哎，哼，悟空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啊？他这又说谁坏话呢？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我这跟师傅夸你呢，说你腿脚勤快，回来的快。猴哥，师傅，你吃吧。吃。悟空，我看咱们干脆去你化斋的那个人家，向他打听一个过河的办法，也省得与这妖怪争斗了。师傅，那人家离这远着呢，少说有5、7千里路的，他怎么知道如何过河呢？猴哥，你这又吹牛了吧？5、7千里路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那么快？我老孙的筋斗云就有10万8千里呢，随便扭扭屁股，就打个来回，这有何难？既然这样容易的话，那你就背着师傅他老人家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师傅，再这么扭扭屁股，把师傅他老人家背过去不就行了？呆子，你也会驾云，你如何不脱呀？那是，师傅他老人家是凡胎肉体，那是重似泰山，就是我老朱，我驾着云，那我也背不住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事儿，猴哥。得靠你那个筋斗，靠我，我的筋斗也是驾云。哼，你驮不动，我如何就驮得动啊？其实要说把师傅送过河并不难，我老孙好歹是个神通，也能办得到。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否则就难脱苦海，这才寸步难行啊！哎，我和你只能尽力保他身在命在。咱们只能做到这些，就算咱们使神通带师傅到西天，到佛祖那儿也不肯把具给咱们嘛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佛祖他老人家想诚心折腾我们是吧？说对了，这西天路上10万8千里，一步一难，一步一妖怪，难呐！师傅，正所谓若将容易得，便坐等闲看呐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都不是白走的。就好比若没有收了8戒，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半点法子了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难，无需太恐惧，也不用着急，平常心面对吧。是师傅。
师傅，要不是刚才我老朱啊，你说他能赢得那么容易吗？他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猴哥，要不是我前几次把这妖怪给打累了，你这回擒他能那么容易？好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行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早降了他了。你师傅，你们有闲情在这里斗嘴，何不设法渡河？师傅说的对，走，八戒，牵马，拿行李。你看把你给能的！师傅小心！观音大师，你来得好啊！我们正想降那妖怪，渡我师傅过河呢。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信，保护取经之人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。哎，你要是下次跟我师傅找帮手，早说嘛！我们总不能每次逢个妖怪都要自报家门一次。哎，再说碰到哪个坏心眼的，别再自投罗网了。真遇上那种妖怪，再做道理。悟空，你把他的妖气打出来，好保护你们西天取经。好。悟净，弟子参见观音菩萨。你要等的取经人在此，你还不拜见师傅？是。师傅，
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傅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傅见谅。悟净，那个是猪八戒，那个猴头是孙悟空，都是我渡了来保护唐僧取经的。你果然愿意诚心皈依我佛吗？你看，弟子承蒙菩萨教诲，指和为姓，其法名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之理？这天底下又多了个和尚。多谢师傅。师弟沙悟净参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弟多有得罪，请两位师兄见谅。我老猪肚大能容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呆子，来，起来吧，悟净。悟净啊，师傅。悟净，你祭禀加持，不必续凡，就把你那9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9宫布列，却把这只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条，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是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呀，师傅，这天色已晚，今夜在哪儿歇歇？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皆可安歇。哎呀，泥地上硬，夜里露水重，怎么好睡啊？师傅睡的，你还睡不得？猴哥，你走得轻省，哪知道别人累啊？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肚里饥饿，早就饿死人了。我看还是找个人家，一来化些茶饭，二来养养精神。呆子，你这番话是抱怨了啊？这本来嘛，这饿了就要吃，累了就得睡，便是人之常情。像从前我在高老庄，行了行了，你少在这抱怨了。我劝你死了心吧你。猴哥，这我那是心疼沙师弟，你看他挑了那么重的担子走了1天了，一定是累坏了他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傻呀你？啊，帮你说话呢，怎么就木头木脑的，也不懂搭腔啊你？八戒，你进入了沙门，就该吃辛受苦，这样才做得徒弟嘛。哼，一样磕头拜师，偏偏你是徒弟。我跟沙师弟我们就是长工啊。总之，我老孙只管师傅好歹，你跟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嘿嘿，猴哥，我们哪敢使唤您呢？您是齐天大圣啊，是不是？这心高气傲，我哪敢让你挑担子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这白龙马高大肥壮，只驮了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，这怪可惜的。我就想吧，多放点行李，这不也算咱们兄弟情深吗？他可是西海龙王的3太子，只为犯了天条，才被玉帝贬下来，给师傅做徒弟，取经折罪，这都是人自己的功劳，你抢什么呀？他是天上的龙，那龙有的是上天入地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他行吗？他走得比我老猪还慢呢，哪像条龙啊！真是。你想让他快是吧？好，我让他快给你看。猴子，你师傅，慢些跑，别惊了师傅啊！师傅，您说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这么大宅院啊？哎呀，这么大的庄园，不像是普通人家居住的。你看，里面有仙气呢。啊，仙气，这可比我老丈人家那个大2倍呢。你怎么又想娘子了？我就知道你这么说，
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好了，悟空，你就先去打听打听吧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谁呀？妖怪！妖怪！哎，老婆子，别跑别跑！我不是妖精，我是和尚。为何擅自闯我家门？我是奉旨到西天拜佛求经的，路过此地，看天色已晚，特向老菩萨这儿借宿一宿。真是和尚？确是和尚，却是4人。是师徒4人。快请进来吧。多谢老菩萨。请喝茶。山野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诸位长老见谅。啊，客气。敢问女菩萨高姓？贵地又是什么地名？此地乃是犀牛贺州。小夫人娘家姓贾，夫家姓莫。看见了吗？是4位长老，就是4位长老。那个女菩萨，你是没了丈夫，一个寡妇啊？哎，不是我一人寡妇，连带我3个女儿都是寡妇。一门全寡，你家运也太不幸了。可不是嘛。前年我丈夫疾病身亡，接着就是大女儿、二女儿，小女儿的丈夫一个个都没了。没奈何，他们只得回到娘家和我这个老太婆守着。幸好家资还算丰厚，我们母女4人的日子还过得去。万般皆是因果，女菩萨莫太伤心啊。其实，女菩萨，我看你年纪也不老，你的女儿呢年纪也不大，不行啊，守不住就改嫁吧。哎，八戒，我这徒儿口无遮拦，女菩萨请莫要见怪呀。不怪不怪。说句不怕笑话的话，我们母女也想再嫁，可外面都说我们是命中注定无夫，嫁一个克一个，嫁2个克1双，没人敢娶。况且我也舍不得这份偌大的家业。这没人娶，又嫁不出去。嘿，女菩萨，我看不行，就招个女婿吧。那可不，我也跟几个算命先生打听过，他们都说我们母女4人是同命，命中无夫，说我们一定要找那种命中无妻、无家无业的男人才可做女婿，白头到老。这事儿你算问对了，八戒是行家。不是，二师兄，你以前是做媒的吗？谁做媒了？嘿，我可不是做媒的啊。我就是给别人当了3年的上门女婿，不过自从随了师傅做了和尚，现在也没了娘子了。这可倒好。我说你们3个都出来吧。是。见过4位长老。有礼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做和尚的正是命中无妻又无家无业，却又恰好是4人，正合了算命先生所说的。这是天意安排，要你们师徒给我们招为女婿。对，是天意呀，要不然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发愿
要往西天取经，心中再无二念。纵横万里，笑看当下要灭三。千百年，弹指一挥转瞬间。问翻天，这条路还有多远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只为完成我夙愿。问翻天，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？朝朝暮暮，仿佛就在昨天。不知道见是不见，念是不念。那千山万水掠过我的身边，天地一变，我心不变。千百年，繁华若梦转瞬间。问翻天，为何人生难两全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人爱之心不曾